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斗罗大陆1》最后一场大战，也就是唐三双神卫对战天使神千仞雪、罗刹神比比东。当比比东和千仞雪在嘉陵关见到复活后的唐三，他们两个都有点不敢置信，但他们觉得自己既然可以杀唐三一次，也可以再杀第二次。比比东告诉唐三，这一次自己会将他的身体彻底从这个世界抹杀。唐三告诉比比东，他们将要面对的是达到巅峰的海神，就算是死，他也会拉着他们一起死。比比东并不想和唐三多说，他直接将自己的罗刹神装附体，还召唤出一个由武魂分离出来的身体，这个身体的攻击防御能力和他本体完全一样。比比东换装成功的瞬间，整个天空都暗了下来。面对两个神同时释放神装，唐三也换上了自己的海神神装。当罗刹魔莲、天使圣剑同时指向唐三的时候，唐三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高举过头顶，释放自己的神念。比比东和千仞雪从唐三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虚无的气息，他们的神魂也像是被压制了一样，无法与自身神力完全结合。当唐三背后的海神8翼完全展开的时候，先前因为罗刹神能量变得紫黑的天空瞬间变成了蓝色，海神神力强行阻隔了太阳的光芒，让千仞雪身上的天使神装也暗淡了几分。比比东和他的分身直奔唐三而去，千仞雪很清楚，如果他不帮忙，比比东一个人很难打赢唐三，而统一大陆也是千道流的遗愿，所以他就算再怎么和比比东不和，也只能加入战斗2打1。千仞雪和天使圣剑融为一体，化为一柄巨大的金色长剑，从正面冲向唐三。他和比比东两人在无形中瞬间完成了一个3面合围的攻击。面对他们的攻击，唐三直接一记无定风波直奔千仞雪。无定风波并不能将千仞雪定住8秒，但哪怕只是一次呼吸的时间，对唐三来说也够了。唐三在半空中幻化出2道身影，分别迎上了两侧攻击他的比比东。海神三叉戟迎上了罗刹魔莲，就在三叉戟锁定罗刹魔莲之时，却被直接挑入到高空之中飞了起来。随后紫黑色的魔莲再次奔向唐三的胸口，而就在三叉戟飞出的瞬间，唐三两个身体都急速旋转起来，避开了比比东的第一记攻击。罗刹魔莲第一下没有击中唐三，比比东立刻改为横扫，向唐三拦腰斩去。这时唐三两个正在旋转的身体突然各自甩出了一点像水滴的金光，分别朝着比比东的2个身体而去。比比东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接，而另一边终于恢复行动的千仞雪却吃过这个水滴的大亏，他下意识地狂吼，告诉比比东不能接，身体也在瞬间冲到了比比东真身旁边，用肩膀将比比东的身体撞飞。比比东另一个由武魂所化的身体直接被观音泪爆发的金光炸得粉碎，而他的本体因为被千仞雪撞开，金光只是贴着他的脸侧，从千仞雪的头边飞过，并没有命中。比比东十分后怕，刚刚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，如果千仞雪再晚一步没有将他撞开，他的本体也会被炸灭。唐三将身体合二为一，他的海神神装腰铠上被拉出了一道巨大的伤痕，皮肤虽然没有被割破，但却被罗刹神的邪恶之力侵蚀着。唐三没有想到千仞雪下意识之下会去救比比东，他以为千仞雪会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来杀他，到时候只要比比东死了，他就算受到千仞雪的攻击实力大减，但也有很大的机会和千仞雪同归于尽。不过唐三计划好的这一切都被千仞雪的本能反应破坏了。唐三在释放了2次神级观音泪之后，神力大幅度下降，腰间的伤势也会影响他的神力发挥，而比比东也因为武魂之体被破伤了元气。千仞雪下意识救比比东的举动让他们2人之间的隔阂暂时消逝，他们将自身神念完全释放出来。比比东凭借着大陆上无数的怨念恢复自身的力量，而唐三只能看着他恢复力量，无法出手攻击他们。此刻的比比东和千仞雪的神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只要唐三敢出手，他面对的将是他们母女的联手反击。这种局面也是唐三最不想看到的，无法再利用他们母女之间不和进行逐个击破。现在的唐三彻底处于被动之中，比比东利用罗刹神力将唐三聚在空中的蓝色光幕击退，当被遮盖的太阳重现，千仞雪顿时就像吃了补药一样，天使神和罗刹神的神力凝聚在一起，将神级的威压完全聚在唐三身上。唐三在威压之下身体不受自身控制，缓慢的后退。当即将退到嘉陵关城头之时，他将自身海神神力爆发，冲向比比东和千仞雪。千仞雪和比比东手中的神器也同时爆发，加速迎向唐三。千仞雪手中的天使圣剑做出上挑的动作，比比东的魔莲则是迎面下劈，形成上下交攻之势。唐三对着千仞雪的方向弹出一点金光，千仞雪对金光已经是下意识的惧怕，他将攻击的天使圣剑调转方向，横在身前绞杀那一点金光。不过这一次千仞雪实实在在的上当了，唐三将自身所有神力凝聚在三叉戟之上，加上重力控制能力，此时的三叉戟重达100万斤，集中攻击比比东一人。当千仞雪反应过来转向攻击唐三的时候，唐三的三叉戟直接点上了比比东胸前的
铠甲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右肩一条金色的巨龙爆发出来，冲向千仞雪。虽然巨龙被天使圣剑搅得粉碎，但也让千仞雪的动作迟滞了一下。最终，天使圣剑只伤到了唐三先前被比比东留下伤口的地方。关键时刻，比比东用出了自己的绝学不死之身，将身体能量化，躲过了海神三叉戟重达100万斤的物理攻击。身受重伤的比比东双手握拳朝唐三挥去，将被千仞雪轰飞的唐三撞得直奔嘉陵关。千仞雪一直心心念念要杀了唐三，此时正是最好的机会，他手持天使圣剑直奔唐三而去。唐三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去阻挡千仞雪这一击，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小舞突然凭空出现，抱住了唐三。小舞将自己的后背对着即将到来的天使圣剑，千仞雪看着小舞和唐三抱在一起，妒火中烧，将手中的天使圣剑直奔小舞背后刺去。他幻想着这一剑会将唐三和小舞从这个世界上抹杀，但事实却并不如他意。当天使圣剑刺到小舞背后的瞬间，一层强烈的红光从小舞的身上爆发，将太阳真火完全阻隔在外。红光化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将唐三和小舞的身体席卷在内。不仅如此，红光在将太阳真火震碎的同时，还将千仞雪整个人震飞。被红光包裹的唐三和小舞身上的罗刹神力瞬间被净化。唐三抱着小舞就像抱着一块炽热的火炭，而小舞的身体被红色渲染，整个人就像烧红的金属一般，慢慢的向唐三体内融入。一旁的比比东看着红光，整个人开始颤抖，眼中充满恐惧。而正在融入到唐三体内的小舞却很高兴，他终于知道当初吸收的修罗魔剑是选择了自己成为他的剑鞘，能够帮到唐三，这让小舞十分开心。当小舞彻底与唐三融为一体的时候，围绕着他们的红色漩涡也被炸得粉碎，瞬间融入唐三的体内。唐三的身上交替的闪烁着蓝红两色光芒，伴随着唐三身体的剧烈震动，红蓝两色光芒骤然分开，一个巨大的蓝色虚影出现在唐三的背后，他的本体则完全变成了红色。在小舞完全融入到唐三体内之后，他所吞噬的修罗魔剑能量与唐三后天锤上的修罗神力瞬间合二为一。当与唐三本身的神念进行融合之后，成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完美武魂融合技，双神共存。一个人确实只能继承一个神位，但小舞的身体成为了修罗魔剑的载体，只要唐三愿意，这样的状态就能一直保持下去。他也可以随时解除这样的状态，放出小舞，而这一切并没有任何副作用，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融合。修罗神是罗刹神真正的克星，面对完全压制自己的修罗神唐三，比比东甚至无法产生与之抗衡的心态，但就算再怎么害怕，也还是要继续战斗的。千仞雪在强大的压迫力下再次突破，整个人完全与太阳真火融为一体，直奔唐三。比比东也爆发出强大的神力攻击，与千仞雪一左一右朝着唐三攻击。他们这一击，海神唐三可能接不住，但修罗神唐三完全不怂。唐三直接将修罗魔剑挥出一道血色剑芒，就将最强状态下的千仞雪击溃。而面对比比东的攻击，唐三用修罗魔剑挡住了罗刹魔莲，直接一道修罗审判。比比东被自己最恐惧的修罗红光侵入身体，看着不断在红光中挣扎的比比东，千仞雪再次向唐三发动攻击。唐三将修罗神瞬间转换为海神，让修罗神可以休息一下，恢复神力。他一记无定风波迎上了千仞雪，这一击，千仞雪不仅是燃烧自己的生命释放出来的，更是以破碎神位为代价，爆发出了远超自身实力的攻击。在太阳真火疯狂的攻击下，唐三手中的三叉戟和身上的海神神装也出现了融化的迹象。随后，唐三将背后的海神8翼从身上剥离，裹上千仞雪的身体，强行带走了高达1半的太阳真火，深入半空之中。唐三利用回到巅峰的海神三叉戟，将剩下的1半太阳真火化为乌有，太阳真火消失了，唐三身上的海神神装也化为碎片消散。随后，唐三再次切换到修罗神，修罗魔剑直奔被轰飞的千仞雪。此时的千仞雪已经不再是天使神，面对这一击，他非常平静，能够死在自己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手中，或许是他最好的结局。但这一击却并没有落在他的身上，因为在最后一刻，比比东母爱爆发，为千仞雪承受了这一击。修罗魔剑这一剑，就算是比比东有不死之身的技能，也无法抵抗。这场战斗的胜负已分，比比东被修罗魔剑刺中，马上就要死了，而千仞雪也不再是神，对唐三没有任何威胁。这时候的唐三突然觉得有些不忍心，而在临死之际，比比东只有一个愿望，相信那个愿望大家也都猜得到。好啦，斗罗一中最后一个大剧情豆豆也讲完了，后面应该就是一些小剧情还有斗破的更新了。谢谢小伙伴们的观看，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